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除了用药物控制血压外，还可以常吃2种降压菜，若你也爱吃，有助平稳血压。海带。海带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海带含有的营养很多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、粗纤维以及微量元素，可以降低人体血液中胆固醇，并且还有疏通血管、预防血栓的作用。对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经常的吃一些海带也能够帮助平稳血压。洋葱。洋葱是常见的蔬菜了，虽然味道很呛人，但营养价值很高。洋葱中含有特殊物质前列腺素 A， 有扩张血管、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，并且洋葱还含有丰富的胡皮素和硫化合物，能够帮助调节血脂，所以呢，经常的吃点洋葱对降低血压有一定帮助。除了这2种食物，用玉米须泡水喝也能够起到降低血压的作用哦。那温馨提示，海带比较寒凉，脾胃虚寒的人最好不要吃。洋葱刺激性比较强，消化系统异常的人尽量要少吃。人过了50岁，可以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这个年龄身体已经开始衰老，健康状况也是呈一个下坡状态。身体若出现3种情况，或许长寿与你无缘。经常睡不着觉。50岁以后，如果每天能早睡早起，保证睡眠充足，这样身体相对也会更健康，长寿也会与你有缘。但如果出现经常睡不着觉、睡眠质量差的情况，那说明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了，要多注意保养。反应迟钝。一个人的反应能力和健康也有一定关系。50岁后，如果反应变迟钝、记性变差，说明身体机能在慢慢衰退，人也开始衰老了。但如果50岁后思维还很敏捷，反应迅速，这样或许是长寿的征兆。口齿不清。50岁后，如果出现口齿不清、说话不利索、舌头发硬的情况，这可能是大脑功能衰退的表现，这样不利于长寿。但如果50岁后你还口齿流利，相对来说身体还算比较。45岁用1种东西泡水喝，提高免疫力，身体健康，人长寿。用金银花泡水喝。金银花是一种非常好的植物，而且药用价值也很高。金银花性甘寒，气味芳香，并且不伤胃，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。除此之外呢，金银花还有下面这些作用。第一个，提高免疫力。金银花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其中含有的绿原酸能够促进机体新陈代谢，有很好的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第二个，有助睡眠。对于经常失眠的朋友来说，可以用金银花加上菊花泡水喝，具有清除肝火、促进睡眠的功效，可以帮助缓解失眠。第三个，延缓衰老。金银花中含有多种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物质，而且还含有一种活性酶物质，有很好的延缓衰老、滋润皮肤的作用。那当然，过了45岁要多注意保养身体了，不妨常用金银花泡水喝，或许能够帮助到你。俗话说，人老肠先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肠道也会开始老化，这时体内容易堆积毒素和垃圾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需要多关注肠道的健康。那当肠道衰老时，身体会给我们一些提示，皮肤变粗糙。肠道有很重要的排毒作用，如果肠道老化，毒素垃圾排不出去，时间长了就会在皮肤表层表现出来，导致皮肤暗黄、粗糙。排便异常，通过排便我们也能够看出肠道的健康状况。如果排便出现异常，比如有排便困难、排便颜色和味道不正常等现象，就可能是肠道老化了。口臭，如果排除是口腔疾病引起的口臭，就可能和肠道健康有关系。如果肠道老化，肠道内长期堆积毒素和垃圾，就会引起腐败性口臭，大家需要多留心。上面这3个异常，如果你都没有，那就恭喜了，肠道还很健康。不过平时也要做好养护肠胃的工作。长白头发很正常，但现在呢，很多年轻人也开始长白头发，让人很显老。那应该怎么改善长白头发的现象呢？不妨试试按摩的方法，可以经常按我们头上的一个穴位风池穴。风池穴在我们头额后面大筋的2旁，与耳垂平行的地方，左右呢各一个。风池穴属于足少阳胆经，具有清热降火、通畅气血、疏通经络的功效。
按摩时可以用拇指的指腹按揉，力度适中，感觉有酸胀感为宜。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。因为风池穴是在脖子和后脑勺的交汇处，所以按摩这里能够促进脖子到头部的血液循环，对减少白发生长有非常好的效果。想要预防和改善白发，平时还可以多按摩一下头皮，加强营养，这样也能够防止头发变白。揉手上2个穴位，疏通肺气，止咳平喘。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咳嗽、气喘的情况，如果不是感冒，那么可能就是肺气不足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人体自带养肺药，每天按一按，帮你疏通肺气，止咳平喘。大鱼际，大鱼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就在我们的手掌心、大拇指根部肌肉凸起的地方。那大鱼际与呼吸器官关系密切，是手太阴肺经上的穴位，对缓解呼吸系统疾病有很好的效果。按摩时用大拇指按揉就行，每次5到10分钟，可以使咳嗽、咽喉肿痛等症状得到缓解。太渊穴，太渊穴属于手太阴肺经的腧穴，在腕掌侧横纹桡侧桡动脉搏动处。按摩太渊穴可以改善因肺气不足引起的咳嗽、气喘等病症。那按摩时用大拇指进行按揉，每次5分钟左右，能够起到疏通肺气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那想要肺气足，平时还要多运动。没事的时候可以去跳跳广场舞，或者是进行快走和慢跑的运动，有利于锻炼心肺，对抗肺气不足。很多人都会出现便秘的情况，如果你喝了很多水，或者是吃了很多蔬菜水果也没有缓解的话，不妨按按身上自带的通便穴，能够帮助改善便秘。这个穴位就是大横穴。大横穴是足太阴脾经上的穴位，在我们的腹部，在肚脐左右旁开4寸，大约1个手掌宽的位置。按压时会有酸胀感。按摩时可以用大拇指按住大横穴，按压5秒，松开，再反复按压，每次按压5分钟左右，要让酸胀感扩散到腹部。这样按压大横穴可以帮助消化，促进肠胃蠕动，调节大肠的运动，能够很好的改善多种肠胃问题，能有效的缓解便秘和口臭等问题，有很好的养生作用。那经常便秘的朋友可以经常按一按。我们每天都要吃喝，那么有吃喝就要有排泄。那排便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排便来看出肠胃是否健康。那人正常一天排便几次呢？正常情况下，如果肠道比较健康，消化吸收也比较快的人，一天可能会有1到2次的排便。但如果你每天都排便3次以上，而且大便不成形，那就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最好检查一下。可是如果你2到3天甚至更长时间才排1次便，而且排便困难，那么就可能是便秘了。长时间的便秘会影响肠胃健康，导致肠道内堆积毒素和垃圾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，要抓紧时间调理。所以每天保持排便次数1到2次，这样有利于肠道垃圾毒素排出，对肠胃健康有利。最少也要1周排便3次，这也是肠道健康的一种表现。如果你在这个次数内，那就恭喜了，说明肠胃保养的还不错哦。放屁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其实放屁也能够反映出身体的健康。那么人正常一天放屁多少正常呢？放屁多就是肠胃消化功能好吗？正常情况下，人每天放屁次数应该在10到15次，但如果放屁次数增多，超过15次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身体出现问题了。尤其是下面的2种屁要警惕。放屁臭，放屁有臭味，大家都知道，但一般来说，臭味都是我们能够接受的。但如果发现放屁很臭，那就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。如果还有便秘的情况，就要引起重视了。放屁多，经常腹泻。生活中如果吃了含有淀粉多的食物，可能会有放屁多的情况。但如果饮食正常，出现放屁多，同时还腹泻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肠胃功能不好的表现，要小心肠胃健康。所以大家若出现上面这2种情况，最好及时检查，好做调理。说多吃蔬菜对身体好，但是下面的这3种蔬菜最容易隐藏寄生虫，是很多人的最爱，希望你尽量少吃。第一种，莲藕。
莲藕香脆可口，是很多朋友喜欢吃的，但是大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，因为莲藕是在水下生长的，很容易隐藏一种叫做姜片虫的寄生虫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要将莲藕皮削了，然后洗干净，用开水泡一泡再食用。第二种，卷心菜。卷心菜是生活中常见的，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。但是卷心菜也容易隐藏寄生虫，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清洗，不然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第三种，水芹菜。水芹菜也是一种生长在水中的蔬菜，所以也容易隐藏寄生虫。如果只是用清水清洗的话，并不能完全洗干净，所以大家平时要少吃。如果想吃的话，最好用食盐浸泡10分钟左右，然后再进行烹饪，这样会更好一些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